你知道吗？我们这一代人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回望过去80年，自1945年二战硝烟散去，世界竟然享受了漫长的和平。这80年的安宁，长到让许多人忘记了，其实战争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和平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偶然。为什么战火会频繁燃起？归根结底，是为了生存和资源。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不久前，有人用一句话道出了这混乱国际体系的残酷真相。在国际体系中，如果你不能坐在餐桌上，那么你只能装在盘子里。这话直白，却也精准地描绘了今天的世界格局。在这张巨大的餐桌上，食客寥寥，菜肴却已上桌。有人手握刀叉，准备大快朵颐；有人在盘中挣扎，沦为美食。更有甚者，还想把同桌的食客也拖下水，装进新的盘子里。餐桌上赫然摆着3个硕大的盘子。第一个盘子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高端羊毛，里面装着挣扎的俄罗斯和被放血的整个欧洲。俄乌战争从爆发第一天起，就注定是一场漫长而残酷的绞杀。它被精确策划，目的就是将俄罗斯和欧洲这2个庞然大物同时摁进一个盘子里，慢慢的绞，慢慢的放血。这根绞索一头死死勒着俄罗斯的脖子，另一头则紧紧地套住了整个欧洲。在这场战争中，乌克兰负责出人，欧洲则负责出钱。如今的局面是，乌克兰的青壮年几乎打光了，欧洲的金库也快要见底了。俄罗斯虽国力雄厚，但在面对整个西方世界的输血时，也显得后劲乏力，深陷泥潭。这一切正是餐桌主位上那位最强大的时刻，美国最乐于见到的。盘中的生命在凋零，金钱在燃烧，血慢慢的流，这景象对他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开胃菜。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二战的硝烟最终成就了美国的霸主地位。当年的美利坚就是把全世界都装进了盘子里，自己则优雅地坐在餐桌旁，左右逢源。今天，美国再次坐回了那个他最熟悉的位置，但唯一与当年不同的是，这一次，在餐桌的东方，还安稳地坐着另外一个人，四目相对，空气中仿佛有火花四溅。于是，第2个和第3个盘子开始被精心构建了。就在俄乌打得热闹非凡的时候，巴以冲突在那个世界上最复杂、最混乱的地区，毫无任何征兆地突然爆发了。被以色列死死压制了20年，都未曾有过如此大规模反抗的哈马斯，突然之间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开始拼命了。然后以色列就开始打这个打那个，直到最近打上了伊朗。这种攻其必救的兵法阳谋正中美国7寸。以色列这个亲爹被打，美军航母只能开进波斯湾，没有退让的余地。这第2个盘子似乎已经摆好了所有的配菜，就等着美国这道主菜自己跳进来了。这时候我们常常说的一个词“大国定理”就体现出来了。什么叫大国定理？看看人家美国，打死不下场，坚决不动手。战略定力就是美国能面不改色，唾面自干的，对外宣称随便扔几粒炸弹就行了。由于美国坚决不肯亲自下场成为盘中餐，所以这第2个盘子其实并没有被完全装满，高手过招，有来有往。那么第3个盘子在哪里呢？它其实一直都在，为的就是装下餐桌东面的那个人。美国在努力想办法打碎第2个盘子的同时，一直锲而不舍的也在构建着第3个盘子。我们周边的环境为何风高浪急，波诡云谲？
这几年我们都深有感触，从朝韩半岛到台海局势，每一个点都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两个最关键的地方，一个是我们的原则底线，一个则是在50年代由第一代领导人用一场立国之战打出的样板，都是我们不得不救之地。想把中国装进去的，也不止美国一家。要理解这一切，我们必须跳出餐桌去审视它背后的逻辑，去理解这场盛宴背后的深层逻辑。为什么世界突然变得如此严峻？答案或许是我们正活在一个历史巨大例外的终点。过去40年，我们所经历的是人类历史上最特殊、最例外的和平与繁荣叠加的时代。活在其中的中国人，真的把历史例外之外的例外当成了历史的常态了。这过去40年到底是什么？它是全球核弹发明之后，以恐怖的相互摧毁保证，强行压制住大规模战争的难得的短暂和平时代。你必须认识到，如果没有核弹，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没有解决的那些根本性矛盾，其实应该会一直打下去的。全球战国时代，你以为是开玩笑的，而且更进一步，这40年的和平还叠加了人类历史上最特殊的爆炸式繁荣时代。几十亿平民居然能吃饱喝足，安享晚年，这是例外中的例外。为何如此？因为冷战科技竞赛的成果在冷战后普及全球，而更重要的是，中国10亿级人口史无前例的工业化提供了最高效的劳动力，向全世界输出了海量的价廉物美的工业品，这才支撑起了这40年的全球繁荣。亚非拉的兄弟们都能用上手机刷抖音，享受廉价工业品带来的滋润生活，那是中国的功劳。但如今，所有这些支撑繁荣的东西，或许都要消失了。历史终究要继续它那战争与对抗的主旋律。驱动这些的因素是全球产业升级的停滞和由此引发的你死我活的存量搏杀。我说的这个产业升级，不是德国的工业 4.0， 而是指像互联网那样能够诞生出庞大产业集群的新产业、新就业。而当世界无法继续产业升级之后，就无法创造新的就业，也无法继续借此做大消费市场这块蛋糕。那么这个时候，各国会发生什么？答案是产业争夺战。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想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所有中低端的国家都想要进入中高端产业。可是在没有诞生新产业集群的时候，增加就业岗位的唯一办法就是投资自己的产业，然后与对方的产业进行竞争，直至消灭对方。你们所谓的内卷，别天真的以为只是中国人在卷，人与人在竞争，企业与企业也在竞争，而国与国更是用近乎你死我活的残酷方式在竞争。我们这几年的产业升级，别以为国外是岁月静好，近在眼前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起来了，全球每年就这么大的存量市场。你觉得我们的新能源车起来了，谁又在消失呢？是德国和日本的汽车产业，我们国产的 C919大飞机，你们觉得又是准备从谁的虎口里夺食呢？是波音和空客。我们的造船业，光伏、风能、锂电池、盾构机、显示面板等等，无一不是如此。在一个存量市场时代，一方产业的崛起，伴随的永远是另一方产业走向衰亡作为结局。看清了背后的逻辑，再回到餐桌旁，欧洲的衰落、美国的焦虑和中国的应对，就一目了然了。如今国际局势的严峻，本质上就是中美为了争夺产业链，引发全球产业链正在历经重塑的一个结果。欧洲的衰落是必然的，特别是那些旧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比如德国。这一波董王上台，不只引发了中美冲突，也引发了欧美贸易冲突。
美国对我们加关税，也对着欧洲加关税，而欧洲的处境则更为艰难。一方面，美国让其产业外流，另一方面，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又在动摇其工业根基。中美有意无意的联手，直接把欧洲这些旧发达国家给深深打成了重伤。欧洲错过了互联网时代，导致它没有能力自己进入 AI 时代，因为它的管理者根本没有互联网基因和 AI 算法思维。他们到现在还有部分高层认为，新能源车就是大电池替换油箱，电机替换发动机，大屏幕替换收音机，而没有这种万物皆是大数据，大数据皆可大模型的思维。他们自然也就错过了无人驾驶、无人物流等一系列新兴产业的机会。而失去了工业集群的美国，它的所有无人化产业是没有落地的根基的。最直观的一个体现，就是特斯拉的无人驾驶模型中途放弃了激光雷达。为什么？因为产业外流的美国根本没有能力对激光雷达进行大规模的降本。而当一个高科技产品无法大规模普及，就无法获得大量的用户反馈和大数据作为算法迭代的支撑。所以未来你就会发现，美国的人形机器人，还有量子科技应用，又或是无人驾驶和低空经济，会全面的落后，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支撑 AI 模型落地的生产土壤。而中国一旦完成无人化时代，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将失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的能力。因为无人化时代最大的优势不再是劳动力生产成本的优势，而是能源电力的优势。哪个国家拥有更加廉价、更加稳定的发电能力，哪个国家就能成为最大的能源红利享有者。看清了背后的逻辑跟法则，再回到餐桌旁，我们就能理解那份独有的底气和被针对的必然了。有时候看看外面的世界，就会觉得全世界都在发疯，只有中国还算正常。比如美国驻日本大使居然公开宣称，对付中国不能只有科技制裁，粮食才是中国最大的安全隐患。他表示，中国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人民，一旦对中国进行粮食制裁，中国就会发生动乱。这言论真是挺抽象的。我们来看看数据。日本有 1.25 亿人，号称大米储备有156万吨，结果闹起了大米荒，甚至有人要从中国用行李箱人肉走私大米到日本。而美国有 3.35 亿人，大米储备为197万吨。而中国呢？我们的人口是全球的1/6，但我们的粮食储备占到了全球的 60%， 起码够全体中国人踏踏实实吃上2年。再看看工业实力，中国一年的钢铁产量大约是 10.2 亿吨，约占全球总产量的 53.9%。中国仅仅一个春节假期消耗的烟花，其火药总量就高达80万吨，这远远超过了俄乌战争打了2年所消耗的火药量。所以当听到有人要用粮食来威胁我们的时候，我们只会觉得可笑。真到了缺粮的那一天，我们难道不会用钢铁和火药去换粮食吗？什么样的蠢货和疯子敢让中国缺粮？什么样的蠢货和疯子敢把这样的中国当成敌人呢？试图挑起战争呢？中国热爱和平是全世界的大幸，中国不缺粮更是全世界的大幸。所以当外面的世界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我们国内的民众觉得形势严峻。说实话，我们确实在经济上、就业上遇到了困难，但与外面的世界相比，我们远离战乱，物资物价稳定，大家还能在衣食无忧中安享太平。对于我们国家而言，自近代以来，这已经是前所未有的最好局面。我们不再是轻而易举任人宰割的牛肉，而是真正坐上了餐桌，成为了执刀分肉的人。潮水退去才知道，谁没穿裤子。在大争之势，最终比拼的是硬实力。你那花里胡哨的金融服务、文娱电影、LGBT 能当几个师？
但我们还必须警惕最后也是最阴险的一层迷雾：餐桌上的食客们如何操纵盘中餐的思想。今天世界的王侯权贵再次崛起，而且他们变得比以前更聪明了。如果像以前一样，权贵们抱团，底层也抱团，然后两边开战，那么富人万一输了，一切都将化为乌有。所以他们选择了更保险、更阴险的方式，利用他们掌握的各种资源和渠道来挑拨穷人，把尖锐的阶级矛盾巧妙地转化成看似不可调和的国家矛盾和民族矛盾。欺负中国穷人的是中国富人，欺负美国穷人的是美国富人，但是中国的富人和美国的富人却可以联合起来，利用他们的信息优势来挑拨中美的穷人，让他们相互仇视。他们告诉美国的穷人，你们的生活之所以变差，是因为中国的穷人抢了你们的工作。中国人多吃一块肉，你们就得少吃一块肉。他们又告诉中国的穷人，你们之所以挣不到钱，是因为他们随便吃肉，随便住大别墅，随便开豪车。于是两边的穷人相互仇视，一旦战争被挑起，就是两边的穷人在战场上相互厮杀，相互摧毁。可实际上，两边的穷人并没有任何根本性的瓜葛，他们都是受害者。而两边的富人在数完了战争财之后，又可以坐在一起，点上一支雪茄，侃侃而谈，风光无限。回到这张世界大餐桌，放心吧，美国不会轻易下场。在白头鹰的眼里，无论东方西方都是他的菜。坐在餐桌上，远比装在盘子里舒服。美利坚这个国家，世界盟主这个道理，他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懂。同样的道理，餐桌东面的那个人也不会轻易下场。200年的苦难历程走过，我们经历的不比他们少。飞越2万公里的导弹在我们手中，我们现在拥有的也不比他们少。正如那位因持续为中国发声而被暗杀的记者安德烈·福尔切克所言，中国是一种平衡力量，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可以平衡和抗衡西方霸权的国家，同时也是唯一的可能和希望，就像暗夜中唯一的火光。而这样的国家注定是要被西方的狂风暴雨所针对的。所以只要我们专心做好自己的事，这火光便永远不会熄灭。现在，你对我们面临的局势是不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了呢？